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诚意争霸荧屏，藏海花山海或同步播出。娱乐圈这片名利场，利益至上的法则从未改变。近来，大众目光再次聚焦，缘由是肖战与诚意这两位炙手可热的明星，他们主演的剧集极有可能狭路相逢。消息传出，《藏海传》与《富山海》均瞄准了5月档期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网络舆论瞬间沸腾，支持声浪此起彼伏，热闹程度堪比节庆。细究起来，这两部作品都颇具亮点。《藏海传》由肖战联袂张婧仪演绎一出复仇大戏，掌镜者是曾执导《甄嬛传》的导演郑晓龙，有了他的掌舵，剧集质量便有了基本保障。回想当年《甄嬛传》的万人空巷，便可知晓大众对《藏海传》的期待值有多高。肖战的演技也可圈可点，其饰演的藏海，深邃的眼神中饱含故事，令人动容。另一边，富山海则由诚意携手古力娜扎，故事主线是穿越武侠，这设定足够新颖别致吧？主角身临武侠小说世界，诚意更要挑战一人分饰三角，难度系数直线飙升。诚意的武打身段素来利落潇洒，极具观赏性。再有张智霖、吕颂贤等资深戏骨的加盟，演员阵容堪称豪华。如此一来，难题摆在眼前，若两剧果真撞档，该支持哪一部？实难抉择。实际上，这种撞档的境况在演艺圈已是司空见惯。表面是艺人间的较量，剧集品质的比拼，深层则是整个行业的生存逻辑、资本运作以及人气掠夺。就演员而言，一部剧集走红，演员的声名便会随之鹊起，片酬亦会水涨船高。反之，若剧集反响平平，对演员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。早前，某位人气小生便因一部古装剧口碑滑铁卢，直接导致后续资源受阻。这充分说明，在演艺圈，作品才是硬实力，观众的口碑才是制胜关键。再看剧集本身，一部剧能否取得成功，除了演员与剧情，还需仰仗宣发推广、市场运作，甚至是档期选择。以《藏海传》和《富山海》为例，若真的同期上线，宣传团队定会绞尽脑汁，运用各种手段吸引受众目光。各色话题、各式营销，预计会轮番上演。归根结底，这是一场人气的争夺战。这种良性竞争，于观众而言，实则有利。有竞争，方有进步。为求吸引观众驻足，剧方势必会在制作层面精益求精，在剧情构思上推陈出新，在演员甄选上慎之又慎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。当然，我们也需以理性态度看待撞档现象，切忌因偏爱某位演员而盲目吹捧，亦不可因厌恶某位演员而肆意贬损。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作品本身，是故事是否引人入胜，是演员的演绎是否细腻传神。此前，曾有部分剧集仰仗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，博取了大众一时的关注。然而，剧集播出后，情节空洞乏味，演技生涩僵硬，最终难逃被观众唾弃的命运。这警示我们，人气仅能带来短暂的热度，真正能赢得观众青睐的，仍旧是优质的内容本身。对于《藏海传》与《富山海》的狭路相逢，不妨秉持开放心态，两部剧都尝试观看，然后根据个人喜好做出评判。究竟哪部更胜一筹，最终话语权仍掌握在观众手中。更进一步，我们理应深思，如何才能引导影视行业减少对流量的过度依赖，转而更加注重内容上的精雕细琢？如何才能促使演员们摒弃浮躁之风，转而专注于演技的精进？如何才能引导观众们减少盲目追捧，
转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。5月荧屏巅峰对决，肖战权谋封神 vs 诚意武侠炸场，谁将引爆收视？5月荧屏神仙打架，权谋与武侠的顶流对决，谁能封王？2025年的5月档注定是国剧迷的狂欢月。肖战、诚意两大顶流携新作《藏海传》赴山海同期对垒，权谋与武侠的碰撞，既是演员实力的较量，更是类型剧的破局之战。这场剧王争夺赛背后藏着怎样的爆款密码？权谋剧 2.0 时代，肖战能否接棒胡歌？《藏海传》改编自豆瓣9.2分小说，讲述天才少年藏海从灭门惨案中崛起，以营造之术未见10年布局终成权臣的复仇史诗。导演郑晓龙《甄嬛传》的加盟，让这部剧从立项起就自带品质保障光环。剧组豪掷重金打造一古建筑群，朝堂戏对称构图堪比电影美学，唐宋官制纹样考究到强迫症都挑不出错。肖战此次挑战从天真少年到铁血权臣的跨度，预告片中一句这局棋我赌上性命的怒吼，被网友称为演技高光时刻。郑晓龙更在采访中直言，肖战的专注力和共情能力，让我看到了权谋剧男主的全新可能。若该剧能复刻《琅琊榜》的全民热度，或将开启权谋剧的技术流新时代，将建筑力学与人心不易结合，解剖权谋背后的生存法则。武侠复兴之战，诚意的流量加实力双杀。另一边赴山海以黑马姿态杀入战局。改编自温瑞安经典 IP， 讲述现代青年穿越成侠客萧秋水，从菜鸟逆袭为家国英雄。诚意继莲花楼后再度诠释侠客，更一人分饰三角：打工人、江湖小白、武林宗师。竹林打戏亲自上阵，硬核动作设计致敬卧虎藏龙，被粉丝调侃武侠剧卷王。该剧未播先火，鹅厂加淘厂双平台预约量破500万，诚意的扛剧能力可见一斑。导演任海涛流离创新性的用原叙事打通古今，让现代思维解构传统江湖，试图回答当代人是否需要侠义精神。若成功，或能像莲花楼一样，以热血加反套路重燃武侠剧的全民热情。观众不易，谁在争夺遥控器？两部剧的受众画像泾渭分明，《藏海传》凭借央视覆盖力，吸引30+男性观众，填补权谋剧女性主导的市场空白；而赴山海依托诚意的女粉基本盘和武侠情怀男粉，或成跨性别追剧样本。制作层面，《藏海传》走精工细作路线，40集短剧节奏紧凑；赴山海则以60集体量深耕南屏 IP。用修仙经济学、打工人逆袭等趣味设定破圈。平台加持上，央视 vs 双视频网站的较量，也让这场大战多了几分渠道为王的悬念。没有输家的较量，无论最终数据花落谁家，这场对决都值得喝彩。权谋剧的智性魅力，武侠剧的血性美学，正在拓宽国剧的叙事边界。而对于观众，唯一的难题大概是5月的夜晚，先追肖战的朝堂棋局，还是诚意的竹林剑影？